翌日一早，叶晨便与菜菜子约好，一起驱车前往香榭丽。他要把菜菜子送到半山别墅，让菜菜子在那里专心提升对灵气的掌控，而他自己则要带着已经制作完成的口服液，将口服液发给所有武道学员。而与此同时，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已经乘坐私人飞机跨越了大洋，距离金陵越来越近，只剩下几个小时的航程。当叶晨还在路上的时候，洪长青便对400多名正在晨修的武道学员说道：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稍后叶大师会过来跟大家见面。据叶大师说，他给诸位准备了礼品，稍后会亲自送给大家。一众武道学员听闻这话，自是格外激动。秦傲雪、苏若离、何家成员以及万龙殿的成员都知道叶晨有能够提升武者修为的良药。远道而来的龙思琪虽然对此缺乏了解，但他自从来了华夏之后，心里就一直对叶晨念念不忘。不知怎的，总是期待能够见到他。听说叶晨要来这里，龙思琪心里已经打起了鼓，紧张又期待。叶晨将菜菜子送到半山别墅之后，便带着口服液来到香榭丽。洪武和陈泽楷此时已经在门外等候，还按照叶晨的要求提前准备好了一辆小推车。见到陈泽楷，叶晨便笑着问他：老陈什么时候到的？陈泽楷回答道：回少爷，属下是今天清晨赶回来的。叶晨轻轻点头道：正好今天中午有个饭局，等我忙完这边的事情，你和洪武就跟我一起参加。洪武已经知道今天中午要在天香府宴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但陈泽楷对此还一无所知。听闻叶晨要让自己和他一起参加饭局，他没有询问任何问题，便立刻说道：好的，少爷。叶晨又问洪武：大家都集合了吗？洪武忙道：都在武道馆等着您呢。好。叶晨点点头道：抓紧时间过去吧。洪武连忙主动推上装满口服液的推车，与陈泽楷一起跟着叶晨来到武道馆。此时的武道馆内，几百名身穿统一练功服的武道学员正盘腿端坐等候，所有人坐得横平竖直，整整齐齐。而洪长青则一个人盘腿坐在授课台上。陈泽楷将门推开的那一刻，所有人侧目看去，见是叶晨迈步走了进来，众人便不约而同地立刻起身，一个个站得笔直，向叶晨行注目礼。这其中，龙思琪看叶晨的眼神更是充满了难以掩盖的惊喜与激动。洪长青迎着叶晨快走几步，来到叶晨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叶大师，弟子们都在等您，您跟大家说几句吧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迈步走上授课台，用洪亮的声音说道：诸位，武道一途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，我创办这个武道培训基地，又邀请洪天师来这里为大家授课的根本动机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努力，来一定程度上加快诸位在武道一途的前行速度。不知诸位在亲身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对这里的切实感受究竟如何？这里对诸位的修炼到底有没有帮助？台下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有。其中还有人高声道：不仅有，而且大有裨益。对，提升确实非常大，个人对武道的理解也豁然开朗。众人之间的龙思琪也鼓起勇气高声道：来这里之后，修炼可谓事半功倍。叶晨认出他来，好奇地问道：龙小姐，你们太真道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跟随洪天师修炼，来到这里也是一样，为何这里还能让你感觉事半功倍？龙思琪没想到叶晨会问他问题，有些紧张地说道：叶大师，在下说的句句属实，并非夸夸其谈。之所以让我觉得事半功倍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说罢，他微微停顿片刻，整理好思绪之后继续道：第一个原因，太真道在美国的时候，师尊他老人家并没有像现在这般认真负责，那时候的师尊更多精力在个人修炼上，几乎很少给弟子们授课，大都是给了心法之后，让弟子们自己参悟练习，偶尔才会给亲传弟子一些点拨和提示。现在师尊每日都要授课，还要监督我们修炼，时刻关注我们的修炼进度，
所以效率也自然高了许多。洪长青有些尴尬地解释道：“叶大师，太真道以前都有些佛系，属下也确实有些散漫，不过现在这些毛病都不存在了。”叶晨微笑点头，又问龙思琪：“另外2个原因呢？”龙思琪回答道：“第2个原因是在下感觉，师尊个人对太真混元道心法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他老人家的理解提升了，传授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领悟也会比之前更强。”洪长青赶紧又道：“叶大师，这多亏您给了属下太真混元道后一篇的心法，这对属下理解太真混元道有很大的帮助，参悟的程度也有了很大进步。”龙思琪继续道：“第3个原因是这里的氛围实在很有鞭策的作用。以前在太真道，在下是亲传大弟子，修炼速度对武道的理解都比同门师兄弟高出一些，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傲慢与自满，所以难免会有所懈怠。不过在这里，在下才意识到，许多人的天赋其实都比在下要强很多，而且他们比在下还要努力。在下意识到自己并非最出众的，所以便只能更加努力去追赶这其中的差距。”叶晨听到这里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本以为龙小姐是说几句客套话，不过听完之后，感觉也确实是肺腑之言。”说着，叶晨继续道：“自古以来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天底下不乏天资绝佳的文人，幼年时便能吟诗作对，出口成章，甚至写出流传千古的名诗绝句。这般天才的故事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阶段都从不缺乏。可是，唯独没有听说过谁在武道上有天纵之姿，能够3、5岁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。无论是修炼武道，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运动项目，单纯拥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。天赋再强，也要夜以继日的不断练习，才有机会夺得冠军。而且越是顶尖的运动，就越是需要专业的教练、专业的场地以及专业的训练相结合。武道自然也是一样，所以我才把香榭丽打造成了现如今的武道培训基地。这里就是诸位专业的场地，而洪天师就是专业的教练。只要诸位能在洪天师的指导下，尽全力完成专业的训练，相信实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众人对叶晨这番话自然是深信不疑，毕竟他们都是这个理论的实际受益者。于是，一众人下意识的热烈鼓掌。叶晨赶紧抬起双手，示意大家停止鼓掌，随后说道：“我今天过来，不是为了让大家感激我，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地方存在的意义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。”说着，他看向洪武，开口道：“来，洪武，你挑选几个人，把我带来的礼物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发上一份。”